在池田20世纪美术馆展出之后，阿三悟认识了创办人池田英一。有一次，池田英一刚好来台北参加一项道路会议，会议结束后，池田英一请阿三悟载他去基隆港的码头参观。去基隆港的途中，他送给阿三悟一个非洲人间性展览圈录影的袋子。结果阿三悟回家一看，发现整个影像都呈现晃动，品质不佳。后来池田先生才告诉阿三悟说，那个袋子是他亲手拍的，因为他是长短脚，所以拿机器拍摄的时候画面会不稳，会有晃动的情况。相熟之后，池田一也跟阿三悟述及以前的童年往事。小时候家境清寒，母亲替人缝补衣服，所以他去面店做外送。可是因为两脚的障碍，以至于面汤不时洒出来，只好另外寻找打工机会，跑去铺马路的沥青。阿三悟认识池田英一的时候，正值日本经济最强盛的时期。当时日本的私人美术馆都到国外各地收藏艺术品，池田英一那时已经买了50亿日币的艺术品，而池田20世纪美术馆便是因为他的丰富捐赠而开馆。美术馆当时也收藏了阿三悟的作品，包含一幅300号的作品《脊骨》，以及阿三悟在纽约时期的画作。池田英一热爱艺术，不吝惜用金钱去换画作，但是个人的生活却很简朴。有一回，阿三悟去日本，到池田英一家拜访，才发现池田英一夫妇住的2层楼花园寓所，1楼不过20来坪，而不是大家以为有钱人会住的豪宅。他解释说，因为夫妻都上年纪，不想找人帮忙，房子小了，让自己好整理。又有一回，两人在日本碰面，池田英一告诉阿三悟说，自己刚从夏威夷返回日本，他和太太在夏威夷有一个日裔的医生朋友，两家人情谊深厚，共买了一对名贵的珍珠耳环，由双方夫人两地轮流佩戴，双方每人借由交付耳环来约定相聚，维系情谊。他此次去夏威夷就是专程去送珍珠耳环，因为另一半过世了，走之前交代他，耳环留在夏威夷，不用再带回日本了。阿三悟每次回想起这件事都很感动，觉得池田英一夫妇是心思非常细腻的人。虽然是企业家，池田英一更像是一位艺术家或是文学家，才会有这么感性的作为。接下来的2年，阿三悟便来回在台湾和日本间的各项活动。非洲行之前已经安排好的日本展览，池田20世纪美术馆、东京福神画廊、日本箱根雕刻之森美术馆，并在台北的太极画廊、百家画廊和台中市立文化中心京觉艺术中心进行展出。台北百家画廊主持人徐丽月女士邀请她的老师朱明作为开幕第1档展出，不过因为准备时间的关系，朱明推荐阿三悟先去个展。由于徐丽月有丰富的人脉，因而展览销售都很不错。其中重要的收藏家之一是李子美女士。李子美女士早年是知名的助产士，热心公益，乐于助人，在地方有妈祖婆的美誉。她购藏阿三悟不同题材的画作，特别喜欢阿三悟画的观音山，也是支持和鼓励阿三悟创作路上的温暖力量。阿三悟自非洲行回来后，在日本举办了2场大型个展后，都获得很好的反应，让阿三悟信心倍增。但也感觉到作品主要都在于表现线条和色彩。阿三悟希望能够突破既有的褐色和金黄色调，也想要让现有的作品呈现能更生动。在创作遇到瓶颈时，产生了2度非洲之行的念头。而上次古埃及文明的震撼，更让阿三悟对于其他古文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并且探索其他地区的原始部落，持续原始艺术的追寻。我的感觉是，第一次去的时候，我画回来的东西是很铿铿锵锵的感觉，就是很生硬啊。那么虽然阳光给我很大的影响啊，但是那种感触好像很硬。阿三悟一样先取到香港到日本，这次先来到加拿大的温哥华，
从温哥华搭火车沿路来到多伦多，接着开车到纽约拜访沈家珍居士夫妇。在美国的7个星期，除了参观自然博物馆、大都会博物馆、布鲁克林博物馆，更是从纽约地区的这些机构进行资料收集，并持续接到西岸的南加大和加州伯克莱大学，为即将的蛮荒之行做更完整的行前准备工作。由于第一次非洲行没有影像记录，有人质疑阿桑雾的行旅照片是剪接，因而第二次非洲行和中影公司外界首席摄影师于世优同行。阿桑雾和他分别在巴西和台北出发，在西非最大的奈及利亚拉各斯机场会合。